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发生后啊 ，UFO 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都飞去了哪里呢？如果它们都飞出了地球，那么地球轨道上的人造卫星肯定会有所发现才是吧？然而看那些占地表面积70%的海洋，我们再仔细想一想，似乎隐藏于水下的方法应该是 UFO 的首选。毕竟相较于陆地啊，在浩瀚的海洋上，人类的存在是微乎其微的。UFO 潜入水底很难被发现。这些水中的不明飞行物现象呢，也被称作 USO。那么 USO 是什么呢？ USO 就是一种以 UFO 齐名的不明潜水物，出没在海洋、湖泊和河流当中。一般来说 ，USO 就是潜伏在大海深处，并不那么容易被找到。但是全球依然还是发现了很多 USO 的目击事件。那么 USO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USO 中也有外星生物吗？让我们一起进入科幻故事啊，贝加尔湖蛙人基地。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自从2战以来呢，在神秘现象爱好者的族群当中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幽灵潜艇。据说呢，有一些水下的庞然大物会时常的像幽灵一样悄然的出现，你刚刚还在雷达上看到它，下一秒也许它就不见了。有一些潜艇的舰长会以为啊，那就是敌军，然后一顿狂轰滥炸，结果不明物体飘走的速度比炮弹还要快，根本就一点事没有。等你这边发射的时候，不明物体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呢，就好在对方没有敌意，如果他们还击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而这种情况呢，还不是很少见，所以后来人们就索性管这种现象叫 USO。其中有人认为它是外星生物的交通工具，甚至有人认为呢，它就藏身在海洋深处的某一个地方，也有他们的外星基地还有据点。也有人宣称那可能是水怪或者是美人鱼。大家对于 USO 的现象更多是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叫《俄国水中不明飞行物秘密》的书中就提到了，1915年的一艘苏联潜艇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水下物体，向海岸方向驶去。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冷战时期啊，舰长警觉性比较高，他就下令在这个物体的路线上面呢投掷深水炸弹。谁知道这个水下物体就好像没看见似的，还继续一路前行，一直到离炸弹还有50米的地方啊，这个不明物体突然一个急转弯呢，然后迅速的改变路线就飘走了。这本书的作者呢叫保罗·斯通希尔，是一位研究俄国意外现象的领军人物。他从小呢就痴迷 UFO， 然后他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啊，还一直跟俄罗斯的 UFO 爱好者都保持联系。慢慢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呢，他们就编织起了一张巨大的 UFO 网络。他们这个网络之中是由科学家、军事人员、UFO 目击者还有一些调查人员共同组成的。他们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每年审查数百起的俄罗斯不明飞行物案件。他们还宣称60%是可以证实真实性的，因为他们有证人，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支撑嘛。在书中呢，他举例了大量的从前苏联克格勃获得的绝密文件，也把很多鲜为人知的水底奇异事件就曝光在了世人的面前。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呢，就是贝加尔湖蛙人事件。神秘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储水量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平均水深达到了758米，它的最深处能够超过1700米。那么在1982年，苏联海军在贝加尔湖训练的时候啊，就出现了 USO 伤人事件，还闹出了人命，所以被苏联海军和政府高层呢当做了军事机密。直到最近呢，俄罗斯公布了一批苏联时期的解密文件，才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在1982年的冬季呢，苏联的一支海军在贝加尔湖进行每年冬季常规的军事训练。那么这一次的训练内容是士兵每7人组成一队，潜入水中执行搜救任务。7名士兵穿上潜水服，带上氧气瓶，携带搜救设备就潜入了水中。直到潜入50多米的时候，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因为冬季呢有冰水混合物，所以阳光完全照射不进来，水下的能见度就开始降低。7名士兵呢就都绑着一根绳子上，以防其中有人啊游散了找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呢，绳子末端的士兵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他转身一看，当时就惊呆了。他的身后就突然出现了几个奇怪的人形生物啊，体型比较大，3米多高，身穿紧身服，衣服的材质呢像是金属所制成的，而且他们呢没有穿任何的潜水设备，只是戴着一个透明的头盔。那么这个头盔中还发着幽暗的光芒。这名士兵赶紧拉动绳子和手势来告知其他的队员。那么其他的队员回头一看，都惊讶不已，这些奇怪的人形生物好像对于他们只是好奇而已，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这些士兵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奇怪的人形生物，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实力，也没敢轻举妄动。过了一会儿呢，这些奇怪的人形生物就以非常快的速度游走了，只剩下了一脸懵的这些士兵。7名士兵这才返回湖面将刚才水中的遭遇就告诉了指挥官。
指挥官一副非常好奇的样子呀，不但没有向上级报告情况，反而让他们再次潜入水中跟踪这些不明生物，并要求尽可能的活捉一个。这7名士兵携带了武器和渔网再次潜入湖下，这些不明生物不仅速度惊人，而且刚刚就已经游走不知去向了。这么大的湖怎么可能再次再遇到呢？但是无独有偶，7名士兵又回到刚刚遇到不明生物的地点呢，惊奇地发现那些不明生物又返回来了。士兵们当时就决定用渔网活捉其中一个。他们慢慢地靠近那些不明生物，还没等出手呢，就遭到了反击。只见这些生物通过了一种设备发出了强烈的声呐波，这些高频段的声呐波就立刻让7名潜水队员当场失去知觉，而迅速的过来一股推力呢，将他们迅速推向了水面。因为潜水者一般都从极深的水中上浮，需要控制好时间和速度。如果上升的太快呢，会对人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创伤，甚至是患上潜水病。于是这7人当中就有3个人受伤严重，已经没有了知觉，其余的4个人呢，需要立即的转移到汽车上进行减压。于是4个人全部进入减压舱，结果这场行动立刻就造成了3名潜水员的死亡，余下的4个人落下了终身残疾。所以之后的报告中就说如果在其他的湖泊也看到这样的蛙人千万不要去惹他们，远离他们越远越好，而且还不忘叮嘱说这是国家机密，不可外泄。那么最后呢，这个事件还是被传开了。一位俄国的历史学博士则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古代岩画，在画中呢，有人就穿着紧身服，戴着圆形的头盔，而这和传说中的湖中蛙人的形象非常的相像。这样的画，他说他收藏了几百幅，其中也有一些穿得像宇航员的。博士说，他认为这些呢，就是在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的外星生物，他给他们起名叫做天空之子。然后有人就怀疑说，贝加尔湖说不定湖底有个外星生物基地呢。而这个说法呢，在2009年 NASA 贴出的2张贝加尔湖奇景之后又一次引起了热议。在照片中我们就看到了2个清晰可见的圆圈，大小相似，看上去呢是由薄冰而形成的，直径呢4公里左右，一个在湖的南边，一个在湖的中心，都呈现出了完美的圆形。NASA 还说，白天的气温高等冰层融化之后，圈就消失了，晚上气温低又会结冰。而这些圈圈呢，就又出现了，而且它们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1994年和1985年都出现过。NASA 就认为圈圈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存在着一股上行的暖流，但是这暖流是怎么来的呢？依然是个谜。有些 UFO 爱好者呢就说，那是不是这个圆圈下面有飞碟在活动呢？当时这样可以导致水温迅速升高。那么这种现象又和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得通。记不记得之前宇哥讲过的 AATIP 计划中泰勒博士所说的？博士说，当你看着视频中的不明飞行物体的时候它的温度数据已经饱和了，这就意味着这个东西真的很热，它使红外相机的成像也饱和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清楚它的形状和任何细节。而在它的周围呢，不是很热就是很冷的空气区域，所以红外成像从非常热到非常冷就会产生一个气泡过渡区域，使其无法清晰地呈现物体的边缘。这种现象就表明有某种东西正在创造一种场推进的方式，它正在自己的周围创造某种震荡区域，而这在物理学上暂时是没有任何已知可行性和解释的。那这是不是与上面说的湖底的那个圆圈圈底下有飞碟在活动非常相似呢？其实贝加尔湖的神秘事件还不止这一次由于它在西伯利亚的南部极其偏远的地方，原始森林密布，河流众多呢，再加上湖水之下有7000多米的远古沉积物，所以 USO 要隐藏在这样一个绝佳的地方非常容易。而当地的布里亚特人的原始部落就生活在贝加尔湖的东侧，他们靠打猎和捕鱼为生。在他们口口相传的传说当中贝加尔湖的湖底就有着泛绿光的三角形的冰块，冬季的时候飞到天空中，并且在他们的周围还有环绕他们盘旋的巨大橘红色火球。而当地的布里亚特人最近的一次目击事件呢，是发生在1959年。当时苏联的一架 TU-104喷气式客机呢，在飞越贝加尔湖上空的时候，就遭到了未知的飞行物的追逐。机长通过无线电呢向外发出求救，他说飞机受到不明物体的干扰，不受控制，马上就要坠毁了。而恰巧此时布里亚特人的部落的几名族人正在这个贝加尔湖钓鱼，目睹了一个泛着亮光的不明物体无规律的就围绕着这个飞机在运动。不多一会儿呢，这个飞机就坠入了湖中。结合以上2个例子呢，在幅员辽阔的这个苏联领土上，肯定曾经就发生过更多离奇的 UFO 遭遇事件。只是由于苏联解体导致了大部分资料的秘密文档丢失或者是被损毁，但仍然有小部分的机密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才在202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听到了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记者采访呢做出的惊世爆料。
记者当时问总理先生：“您知道外星生物是否访问过地球呢？”梅德韦杰夫就说：“你可以从一个叫《黑衣人》的俄罗斯纪录片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黑衣人并不是美国好莱坞大片，而是俄罗斯自己的纪录片。这个俄罗斯的纪录片《黑衣人》，它里面就记录了超多起发生在苏联时期的 UFO 遭遇事件，有偏远地区的居民被邀请参观雪茄 UFO 的，在里面还看到了过去和未来。还有中校驾驶战斗机试图接近伪装成云层的 UFO， 但是一旦靠近呢，整个飞机就失控，各种警报不断响起。中校还感到自己不能动弹，似乎进入了深度催眠的状态。然而失控的飞机离开了那团云团之后整个人又恢复了神智，战斗机呢也立刻得到了控制。在2015年，俄国独立电视台NTV 就关于贝加尔湖不明飞行物事件就派出了记者前去调查，结果湖边的居民纷纷作证说飞碟呢是这里的常见现象。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时报还对这次调查做了一份详细的报道。有2位研究人员作证，就说在1977年，为了探索阳光穿透到水中的深度呢，他们就乘着一个小潜艇下潜到了湖中1200米的深处。这个时候他们就关闭了所有的灯光，然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沐浴在一种不寻常的光芒之中，就像是被2个超高光度的照射灯呢从上方还有侧面给照亮了一样。然而仅仅1分钟之后这种光芒就消失了，他们又再次陷入了黑暗。那么一位水上救援人员就回忆到说，那天他们正在贝加尔湖的一艘游艇上，突然呢从下面的湖中就飞出了一个巨大的发光圆盘，圆盘的直径可能有500到700米那么长，发出的光呢实在太亮，甚至让人感觉到要失明了。它原本在水下闪耀了差不多3分钟之后，又在1秒钟之后快速飞到了天空。当时的场景他们说非常壮观，很多人都看到。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一艘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核潜舰也发现了6个未知生物在尾随他们，而且跟得很紧，似乎怎么甩都甩不掉。舰长在无奈之下呢，就命令我们的潜艇浮出水面。但没想到的是，这6个尾随者呢也跟着浮了上来。接下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们居然腾空而起，带着满身的水珠瞬间飞了起来，然后很快就消失在了天空。全体官兵都看得目瞪口呆。官兵们说，这一下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会飞的船了。而退役的潜艇指挥官别克多夫海军少校呢，曾经回忆说，他有一次在百慕大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多次 UFO 事件。他说遭遇的时候，船上的仪器都会发出不明原因的故障，甚至是被强烈的干扰。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不明物体，时速大约在230节，就相当于汽车时速的400公里，这让他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要知道大部分的潜艇的速度跟老爷车差不多号称世上最快的潜艇也就是时速82公里左右而已。400公里的水下时速呢，用这个将军的话来说形容就是违反了物理定律。关于这样的情况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制造他们的生物在发展上远远超越了我们。当然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目前还无法证实 USO 和 UFO 的存在，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和捕捉和拍摄到它们清晰的样子嘛，所以不能够证明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真相呢，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